徐凱首度發聲，一場席捲娛樂圈的謠言風暴撕開了行業最黑暗的角落。2025年初，原本風平浪靜的華語娛樂圈突然被一場突如其來的謠言風暴撕裂。主角不是別人，而是因《延禧攻略》《烈火軍校》等作品大火的青年演員徐凱，以及以《錦衣之下》以佳人之名深受觀眾喜愛的實力演員譚松韻。兩位長期以零緋聞、零炒作著稱的演員，卻在短短數週內被無數匪夷所思的惡意傳言推向輿論漩渦中心。尤其是關於譚松韻所謂懷孕以及孩子父親身份的惡意揣測，幾乎在一夜之間登上熱搜榜，吸引了一級討論量。然而，真正引發行業地震的，並不是謠言本身，而是徐凱在召開記者會時，罕見落淚並公開發聲。他的言辭不僅粉碎了所有謠言，更揭露出娛樂圈背後長期潛伏的黑暗生態。那一刻，無數正在觀看直播的粉絲、媒體人、業內人士都意識到，事情遠比想象的更加複雜。以下是這場風暴背後的全貌。3週前，幾位匿名的所謂業內人士開始在社交平台上釋放模棱兩可的暗示性內容。某女演員突然缺席活動，是因為身體有變；某頂流男星疑似捲入一場私生活風波。圈內人都知道，只是還沒公開而已。雙引號，這些隱晦的句子，加上一些捕風捉影的時間線拼接、模糊照片，以及聽說某經紀人內部聊天截圖，讓謠言迅速具備了可信度。在娛樂圈中，謠言往往並不需要證據，只需要足夠引人遐想。譚松韻隨後接連缺席2個大型公開行程，一個是國際品牌代言活動，一個是早已官宣的綜藝錄製。2次缺席被放大解讀，謠言開始以懷孕為核心主題呈幾何式擴散。緊接着，數個擁有百萬乃至千萬粉絲的娛樂博主開始發聲。消息實錘了，如果你知道男方是誰，你會震驚。這件事足以讓他事業斷崖式下滑。雙引號，傳言從模糊暗示變成帶着明顯指向性的獵巫，輿論的焦點也開始從猜測譚松韻是否懷孕，轉向追問孩子父親是誰。雙引號，在各種毫無根據的猜測中，徐凱的名字被反覆提及，甚至一度衝上熱搜。事實上，這3週裡，徐凱一直保持沉默，他從未在社交平台發過一句話，也未回應任何媒體的問詢。但沉默不是冷漠，而是掙扎。熟悉徐凱的業內人士都知道，他一向極少捲入爭議，以輕口碑、硬實力著稱。他的性格安靜而克制，不喜歡將私人情緒暴露在公眾面前，更不會輕易參與輿論對抗。但這一次，謠言不僅傷害了他，也傷害了譚松韻一個一直低調努力、從不主動制造話題的女演員。更嚴重的是，謠言已經開始侵蝕他們的職業生涯。直到前日，一段譚松韻情緒不佳、疑似落淚回到車上的視頻被瘋傳。儘管鏡頭拍得模糊，但她明顯消瘦的臉龐和低下的頭顱，讓許多粉絲心碎。徐凱意識到，再沉默下去，惡意將繼續吞噬所有真相。於是，他做了一個許多人意想不到的決定，公開發聲。那天傍晚，北京某知名經紀公司總部門外，幾十家媒體的相機燈閃爍不斷，空氣充滿緊張氣息。沒有提前通知，沒有預告，只有工作人員簡單宣布：徐凱先生將做一個簡短聲明。雙引號。數分鐘後，徐凱出現，頭髮略顯凌亂，眼睛通紅，像是剛經歷一場漫長的心理煎熬。他深吸一口氣，握着麥克風的手微微發抖。我保持沉默，是因為我希望真相自己浮出水面。但現在，我不能再讓謠言傷害無辜的人。雙引號。接着，他抬起頭，語氣堅定：
所有關於譚松韻懷孕的傳言全部都是假的。雙引號，記者席瞬間響起無數快門聲，徐開的聲音在顫抖，卻句句像是從胸腔擠出來的力量。她不曾懷孕，我與這些謠言毫無關係，這些惡意是這個行業最陰暗的一面。雙引號，如果記者會只是澄清謠言，還不足以引發整個行業的震動，真正讓輿論爆炸的是他接下來的話。當記者追問謠言來源時，徐凱沉默了幾秒，然後開口：我知道是誰在背後操縱這一切。雙引號，現場寂靜的驚人，每個記者都屏住呼吸。徐開繼續：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男藝人，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散播這些謊言。我已經掌握證據。雙引號，媒體席令人難以忽視的騷動再度掀起。他最後說：我不會現在公開他的名字，但如果造謠繼續，我會把一切攤開。雙引號，這句話如同投下核彈，瞬間炸穿整個華語圈。記者會結束的10分鐘內，徐凱發聲譚松韻懷孕謠言，徐凱掌握證據等多個話題同時佔據微博熱搜前10。各大討論區、超話、粉絲群如同進入戰時狀態。有人開始瘋狂猜測那個不願透露姓名的男藝人的身份，有人分析近年來與兩人有合作、有交集或存在競爭關係的男明星，有人對比不同藝人的動態，試圖找蛛絲馬跡，還有娛樂號直接將各種嫌疑人名單制成表格，引發更大爭議。與此同時，業內資深經紀人李薇在採訪中直言：我入行20多年，從未見過演員公開表示掌握證據，這說明問題嚴重到無法在內部解決的程度。雙引號，有人說這是真相前夜，有人說是娛樂圈史無前例的大事件，而更多人意識到這並非個案，而是一整個行業潛伏已久的毒瘤第一次被拿到台前。記者會後2天，多位匿名業內人士主動向媒體透露內幕，他們的描述驚人一致：造謠、抹黑、散播虛假緋聞是行業的武器，很多藝人都遭遇過，只是沒人敢公開。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雙引號，一位資深製作人表示，在頂級資源的競爭面前，很多人會選擇最極端的方式去打擊對手。你以為是巧合，其實可能是背後有人在推動。雙引號，如果這些說法屬實，那說明徐開的記者會不僅是維護譚松韻的清白，更是揭開了一場長期、系統性存在的造謠鏈條。與徐凱的直接發聲形成對比的是，譚松韻自始至終保持沉默，但沉默不是平靜。他最後一條社交媒體動態是2週前的一張黑白照片，無文字、無表情，只留下讓人無盡猜測的情緒空間。一名親近他的朋友透露，他最近的情緒非常低落，也變得比以前沉默。他一直是個努力、單純的人，從不想成為話題中心。這次的謠言讓他感到極度痛苦。雙引號，輿論不僅侵犯了他的隱私，也對他的身體、關係、生活進行毫無底線的揣測，而這些惡意從未給他解釋的空間。這次事件之所以引發如此巨大反響，還因為它折射出一個長期存在的性別問題。當緋聞出現時，最先被指責的永遠是女性。無論是懷孕、整容、潛規則、戀愛影響事業等標籤，女性藝人總被置於更嚴苛、更不公平的審視框架。謠言能傷害男人的事業，卻能摧毀女人的一生。在許多人不經意的轉發中，謠言變成武器，而女性成了最脆弱的靶心。這一次，譚松韻就是被直接傷害的那個人。很多業內人士認為，這是一個轉折點。雙引號，過去10幾年，無論是頂流、演員、
歌手還是主持人，許多人都曾遭遇惡意輿論攻擊，卻鮮少有人敢像徐開這樣主動召開記者會，指向明確表示掌握證據，表示如再傷害將全面公開。這象徵着一種新的態度，不再沉默，不再隱忍，不再任由謠言侵蝕。甚至有法律界人士表示，這可能成為推動更嚴厲網絡造謠懲治制度的契機。截至目前，事件仍在持續發酵，那個幕後男明星的身份仍是最大的懸念。但無論真相最終是否會公開，這場風暴已經揭示了娛樂行業更黑暗的一面，輿論對女性藝人的脆弱性，明星作為公眾符號的無力感，以及網絡時代惡意擴散的速度與破壞力。最重要的是，它讓所有人看到，即使是光鮮亮麗的明星，背後也可能承受着普通人難以想象的痛苦與委屈。而徐凱的發聲，不僅是為譚松韻辯護，更像是一場對抗不公的吶喊。結語：願真相終將被看見。謠言的背後是利益，是競爭，是操縱，是慾望。但在漫天飛舞的惡意中，仍有人願意站出來捍衛真相。徐凱選擇開口，是因為他無法再忍受譚松韻的被傷害，而他的坦白也許會成為改變行業環境的一小步。風暴終會過去，但它帶來的反思才是最寶貴的東西。